刘宇宁录制开始推理吧4热度飙升，古风造型复刻经典角色，反差名场面笑点拉满，1.9米身高带来独特氛围感。谁能不被刘宇宁近期在综艺里的各类画面戳中？近期播出录制的开始推理吧第4季，刘宇宁凭多样出圈镜头持续霸占网络讨论榜单，话题热度居高不下。先是一组古风造型路透流出，无数追剧观众直呼仿佛再度见到《安乐传》里的骆明熙。紧接着节目正片放出趣味片段，周柯宇直接横抱起刘宇宁还原的转圈。后续闯关环节里，狭小暗道让身高将近1.9米的他只能蜷缩身体缓慢挪动，完美诠释高个子人群独有的不便之处。近期围绕刘宇宁产生的各类网友热议，总结起来十分清晰，颜值出众的时候极具氛围感，抛开偶像包袱后又自带满满的喜剧效果。他身上最吸引人的特质便是这份强烈的反差感。身形接近1.9米，骨架挺拔宽阔，一身古风水墨长袍上身，瞬间化身清冷雅致的世家公子，隐士山庄少主，宛如从古画中走出来的人物。可投入综艺游戏环节后，他又变成全员宠爱的存在，被他人抱起时局促无措，钻进狭窄通道时身形蜷缩狼狈，流露出来的情绪神态全都真实自然，毫无刻意表演的痕迹。这般强烈的反差，看过片段的网友都会忍不住感慨，刘宇宁实在太懂观众喜欢看什么样的画面。先说说让众多追剧粉丝心头一颤的古风造型路透。6月19日，网络上爆出刘宇宁奔赴武汉参与开始推理吧第4季线下录制的现场实拍画面。镜头里的他身着水墨风格长款古风衣衫，头顶搭配玉质或是银质束发冠，整套完整古装妆造全部就位，紧紧站在原地，浓郁的古典韵味扑面而来。这套造型并非综艺里敷衍了事的简易古风穿搭，整体设计完全对标古装影视剧的制作水准。衣身选用深浅过渡自然的水墨色系，没有堆砌繁杂浮夸的配饰，简约干净的剪裁勾勒出流畅身形，层次感十足。刘宇宁本身身形高挑挺拔，宽厚肩背能完美撑起长款衣摆，垂坠布料衬得身姿修长，远远望去，好似从江南水墨画卷中走出的翩翩少年。不少网友留言形容他适配那句陌上人如玉，公子是无双。即便这句话已经流传许久，可搭配上他这身造型，却丝毫不会让人觉得违和。整套妆造最打动观众的细节是他全程佩戴完整古装头套，没有采用现代头发，简单搭配古装的敷衍做法。不少观众都留意到，即便只是综艺录制，他依旧按照古装剧集的标准完成全套妆发打理，这一点收获大批路人好感。为什么完整的古装妆造会带来这么大的视觉差距？古装造型最忌讳半古半现的混搭感，服饰具备古风韵味，发型却保留现代样式，整体氛围感会直接消散。发型打理到位，站立行走体态松散，同样会产生出戏的观感。刘宇宁此次从发冠贴合头皮的古装头套，到长款古风长衫，再到站立姿态、行走步伐，所有细节都相互契合，风格统一协调。换上全套古装之后，他整个人的气质状态发生明显转变。站立时身姿挺拔不松懈，迈步行走时步伐沉稳不慌乱，低头抬眸、侧身转身的细微动作，都自带专属人物的氛围感。即便身旁环绕着身穿现代服装的工作人员，只要刘宇宁入镜，画面氛围会瞬间切换成古装剧集的既视感。这便是大众常说的古装适配度，一部分演员穿上古装，只能是人去衬托服饰，刘宇宁这类出圈造型做到了人与服饰相互衬托，彼此加分。高挑匀称的骨架能够撑起宽大袍服，面部轮廓线条利落，不会被厚重发冠压得沉闷压抑，清冷疏离的气质与江湖侠客的洒脱感，他都能轻松驾驭。白天路透镜头下的他是温润谦和的世家公子，等到夜幕降临古镇场景录制，身上的气质又多了几分厚重内敛。夜间漫步古街，焚香祈福，行走在充满复古韵味的建筑之间，整个人增添了几分神秘庄重的气场。粉丝评价他此刻像隐居山林的山庄主人，这个形容十分贴切。
白日温润柔和，夜晚沉稳压场，白天是温润公子，夜晚是内敛庄主。这般层次丰富的氛围感，若是不拍摄古装影视作品，属实让人觉得可惜。刘宇宁这套古风穿搭能够快速引爆全网讨论，背后的原因十分清晰。造型唤醒了广大观众埋藏心底的追剧回忆，大家不由得想起他过往塑造的各类古装角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安乐传》里的骆明熙。骆明熙这个角色留给观众的印象十分深刻，性格清冷克制，内心隐忍温柔，常年体弱多病，对待女主一腔深情。刘宇宁塑造角色时，没有采用外放夸张的情绪表达，所有复杂心绪全部藏在眼神与细微肢体动作当中，克制隐忍的人物特质刻画得入木三分。因此，当开始推理巴斯的古风路透曝光后，绝大多数网友第一眼就感慨，仿佛再次见到骆明熙。网友的评价还多了一层趣味解读，称画面里的他是健康版本的骆明熙，短短一句话直接勾起观众满满的追剧情怀。电视剧里的骆明熙常年受病痛折磨，孱弱的身体让无数观众揪心，故事结局也留下难以弥补的遗憾，让不少观众意难平。反观综艺路透里的刘宇宁，身着同款风格长衫，气色饱满红润，身形笔直挺拔，整个人清俊之余还带着十足力量感，观众内心不由得生出补偿心理，这不就是骆明熙摆脱病痛、平安顺遂之后该有的模样吗？这一类相关讨论能够快速出圈，依靠的不只是单纯夸赞颜值出众，更是观众被唤醒的角色情怀记忆。观众欣赏他这身古装，脑海里不只会浮现骆明熙温润清冷的模样，还会联想到一念关山中洒脱果敢的宁远舟。宁远舟与骆明熙身上的气质截然不同，二者反差极大。骆明熙偏向文人风骨，隐忍内敛，人生充满宿命带来的无力感；宁远舟则是行走江湖的侠客，有担当有魄力，行事杀伐果决，同时身上又带着松弛幽默的烟火气。刘宇宁本次综艺古风造型设计得十分巧妙，刚好融合了两个经典角色的特质。水墨长衫赋予他骆明熙式的温润文雅，高挑身形自带的强大气场，又藏着宁远舟独有的江湖侠气。也正因如此，网友才会评价这套穿搭一半是骆明熙，一半是宁远舟。这句评价精准戳中核心，这套造型没有生硬复刻某一个单一角色，而是把刘宇宁塑造过最受观众喜爱的古装人物特质全部融合在一起。身上既有骆明熙的温柔内敛，又有宁远舟的江湖锋芒，还叠加了他后续塑造角色自带的成熟气场。不少观众从衣衫飘逸的氛围感里联想到乐游原的慕仙鹤，也有人透过他沉稳的身形想起书卷一梦里的南恒。说到底，刘宇宁这组古风路透能够打动大众，依靠的从来不是一件好看的衣服，而是一连串深入人心的影视角色记忆。观众看到的不只是刘宇宁换上古装，脑海里浮现的是多重画面。遗憾落幕的骆明熙仿佛重新归来，宁远舟身上洒脱不羁的江湖气息再次显现。当初追剧时，那些为角色揪心、为剧情上头的瞬间，也全部涌上心头。这便是一名演员长期塑造优质角色积累下来的独特影响力。还有一个细节值得单独展开细说，刘宇宁这套古装收获全网夸赞，不单单是因为他天生适配古风造型，更源于他对待综艺妆造的认真态度。综艺录制和影视剧拍摄有着本质区别，综艺流程紧凑，任务繁多，妆造团队大多会优先选择简便快捷的方案。就算是古装主题特辑，仅仅为完成一轮游戏环节，绝大多数嘉宾只会简单佩戴发饰，更换古风外衣，不会花费大量时间打理全套妆造。但刘宇宁显然没有抱着差不多完成就行的敷衍心态参与录制，完整贴合头皮的古装头套全程佩戴，整套服饰搭配规整协调，这些细微之处让观众清晰感受到他认真对待拍摄的态度，丝毫没有应付了事。众多网友夸赞他按照古装剧的拍摄标准参与综艺录制，这句评价十分贴合实际。古装造型十分看重整体协调度、头套贴合度、
发际线整理、发冠是否压垮面部线条、衣衫能否贴合身形，每一处细节都会直接影响镜头呈现出来的整体质感。作为专业演员，刘宇宁清楚知晓这些细节对画面观感的影响，因此全程认真配合妆造团队打理造型。也正因如此，不少路人看到路透画面后，第一反应误以为他正在拍摄全新古装剧集。这也是近些年刘宇宁能够持续在古装题材赛道收获大量讨论度的核心原因之一。他的优势从来不止高挑身高、过往角色滤镜，更懂得利用自身外形条件，最大化衬托造型美感。他自身先天优势十分突出，高挑身形搭配宽厚肩背，能够完美驾驭各类古风袍服，面部线条流畅柔和，穿上古装不会显得局促臃肿。再加上常年舞台演出积攒的镜头经验，对镜头感把控到位，清楚什么时候收敛气场，什么时候释放自身魅力。所以他的古装造型不会只留给大众个子很高这单一标签，更贴切的形容是身形高大却不显笨重，气质清冷但不会寡淡无趣，疏离感十足却不会呆板木讷。这样独特的古装气质在男演员当中并不常见。古装男主的评判标准从来不只局限于五官长相，身形体态、整体氛围感同样至关重要。刘宇宁的路透曝光后，无数网友留言许愿，希望他尽快出演古装权谋题材作品，足以证明观众十分认可他的古装表现力。如果说古风路透负责带给观众视觉上的惊艳感，那周柯宇公主抱刘宇宁的名场面则承包了整期节目大半笑点。这段画面出自《开始推理吧》第4季第4个案件，我在诈骗工厂当卧底的录制内容。游戏过程中，周柯宇直接双手横抱起刘宇宁，还抱着她原地转圈。这段镜头放出后，网络瞬间掀起热议。这段画面出圈的核心看点不在于公主抱这个互动形式，而是被抱起的对象是身高将近1.9米的刘宇宁。接近1.9米的高大身形被他人稳稳横抱起来，还能原地旋转，单单这个画面本身就具备极强的视觉冲击效果。更增添喜剧效果的是刘宇宁被抱起之后的真实反应，他没有刻意做出夸张害羞的表演神态，整个人瞬间陷入局促，手脚不知道该如何摆放，脸上一边忍不住笑意，一边又透着不好意思，上半身下意识向内收拢，模样乖巧可爱。可镜头拉远就能看见，双腿长度过长，几乎快要超出镜头画面范围，反差效果直接拉满。这种强烈的反差感让无数观众直呼惊喜。平日里大众印象里的刘宇宁，不管是各类综艺录制还是影视剧拍摄，大多是照顾他人、把控全场的大哥形象。综艺里主动带动全场节奏，剧集里经常出现抱起女主的镜头，观众早已习惯他作为主动拥抱他人的一方。这次剧情反转，他变成了被细心照顾、被抱起来的那一个。粉丝们留下大量趣味调侃评论，平日里总负责抱起别人的人，今天终于体验了被人拥抱的滋味。从前都是你公主抱剧中搭档，如今轮到别人公主抱你，难得能看见宁哥被好好照顾一次。身份互换带来的戏剧效果，自然而然衍生出满满的笑点。况且刘宇宁过往确实留下不少公主抱经典镜头。早前录制综艺时，有嘉宾受到惊吓，他稳稳上前，公主抱安抚对方，整套动作熟练流畅。古装影视剧拍摄期间，频繁出现拥抱女主的戏份，古风氛围加持之下，男友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可这次被周柯宇轻松抱起，他从提供安全感的一方，转变为被他人守护的对象，这般全新画面自然让观众觉得新鲜有趣。周柯宇的表现同样是这段名场面的加分项，能够将1.9米的刘宇宁轻松抱起，还平稳完成转圈动作，足以看出他手臂力量十分出众。在场其他嘉宾的临场反应进一步放大了片段的搞笑氛围。金靖瞪大双眼，捂住嘴巴，神态和屏幕前观看视频的观众如出一辙。张凌赫满脸震惊的表情也单独出圈，仿佛内心满是疑惑，这么高的人居然能被抱起来。现场所有人流露的情绪全都真实自然，没有提前设计好的剧本痕迹，也让这段片段笑点翻倍。
这段互动并非刻意制造的暧昧桥段，也不是节目组提前安排的营业镜头，只是游戏推进过程中偶然出现的反差瞬间，观众恰恰最爱这类不加修饰的真实反应。刘宇宁被抱起的短短几秒，直接把整段综艺的节目效果拉到顶峰。接下来聊聊另一大热门讨论片段，刘宇宁闯关钻密道。平日里，高挑身形是刘宇宁身上无可替代的加分优势。身处人群当中，他的身形格外醒目，登上舞台表演，自带强大气场，换上古装拍戏，宽阔身形能够撑起角色需要的压迫感与存在感。可到了密道闯关环节，身高优势直接转化成难以克服的物理阻碍。开始推理8-4的副本闯关任务里，刘宇宁饰演的角色宁气泡需要穿过一条狭窄的地下密道。这条通道空间狭小，普通身高的嘉宾穿行只会略微费力，对1.9米的刘宇宁而言，堪称一场人体极限折叠挑战。通道内双腿无法完全伸直，腰部不能挺直，肩膀也要向内收拢，前进时需要同时屈膝、侧身，一点点缓慢向前挪动。网友用一句略带调侃的话形容他的模样，像被强行塞进铁皮罐头里的长颈鹿，文字简单，画面感却十足。其他嘉宾穿越密道只是完成普通闯关任务，刘宇宁钻进通道，仿佛在挑战高难度人体折叠动作。尤其是那双平时广受夸赞的大长腿，在狭窄通道里完全无处安放，膝盖向上抬起，几乎贴近胸口，整个身体向内蜷缩，高大身形瞬间缩小一圈，挪动的动作看着费劲又充满喜感。这段片段能够引发全网共鸣，是因为镜头放大了所有高个子人群都会遇到的日常困扰。很多身形高挑的人都有相似经历，乘坐长途飞机，双腿无法舒展，进出低矮房门容易撞到头部，集体合影时必须主动往后退让，舞台表演时话筒高度不够，只能分开双腿降低身形，线下购买长裤时常遭遇裤长不足的难题。刘宇宁钻密道的镜头把高个子人群的各类烦恼集中展现出来，因此网友纷纷留言感慨，终于找到了高个子人群独有的缺点。虽然评论都是轻松调侃，但不难看出观众一边发笑，一边也心生心疼。他全程闯关的辛苦肉眼可见，密道内部空间狭小，节目任务必须按时完成，不能因为自身身高特殊就放弃环节，只能硬着头皮蜷缩身体缓慢穿行。走完通道后还要继续参与团队推理，配合其他嘉宾完成任务。这也是刘宇宁在综艺里格外讨喜的关键特质，镜头之下褪去精致修图，舞台光环，展露出不加修饰的真实模样。人气出众的古装男主同样会被狭小通道困住，1.9米的高大帅哥也会有狼狈窘迫的瞬间。荧幕上气场强大的男主角闯关时只能一点点蜷缩身体，缓慢挪动。这种抛开偶像包袱的真实画面，远比刻意塑造帅气形象更有看点。刘宇宁此番在开始推理8-4收获超高热度，从来都不是偶然现象。他身上有一个十分鲜明的特质，不刻意回避自身带来的反差画面。不少艺人参与综艺录制，会格外注重维持完美形象，尤其是拥有古装男主滤镜的演员，全程尽量保持帅气稳重的姿态，刻意收敛自身趣味性。刘宇宁却完全不同，拍摄古装镜头时，他会认真打磨妆造，专业程度堪比正式影视剧拍摄。闯关钻进密道时，哪怕模样狼狈，也不在意被网友截取做成表情包。塑造影视角色时，能完美演绎隐忍深情；参与综艺游戏，会坦然流露受惊、被抱起、被众人调侃的真实神态。他不会刻意维持完美偶像人设，不怕呈现出搞笑接地气的一面。这一点在综艺录制里格外重要。娱乐类综艺最忌讳嘉宾时刻端着姿态，越是刻意维持完美形象，节目效果越平淡无趣。刘宇宁的独特优势在于自身拥有高挑身形、出众外形、深入人心的影视角色滤镜，却不会单纯依靠这些外在优势吸引观众。他愿意全身心投入游戏任务，主动配合节目组各类环节，毫不吝啬地向镜头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情绪反应。被周柯宇公主抱时流露的局促，不是刻意表演，
穿行密道时行动受限的艰难也不是提前设计，正是这份不加修饰的真实感，让观众觉得它格外可爱讨喜。当下观众的审美十分敏锐，刻意营造的帅气镜头容易让人觉得油腻做作，强行制造搞笑桥段又会带来尴尬违和的观感。刘宇宁身上的趣味画面从来不是为了搞笑而刻意设计，而是自身身形条件和节目场景碰撞后自然而然诞生的趣味效果。1.9米的高大身躯受狭小通道限制，这是外在身形带来的物理反差。常年主动拥抱他人，突然变成被拥抱的一方，这是身份立场带来的反差。仙气十足的古装贵公子，下一秒化身全场众人呵护的团宠，这是气质层面的反差。多重反差相互叠加，造就了刘宇宁近期在开始推理吧4中接连出圈的多个话题。从全网观众的反馈能够看出，刘宇宁这组古风路透带来的连锁反应是再次拉高了大众对他古装影视作品的期待值。网络评论区随处可见这类留言，期待刘宇宁尽快出演全新古装作品，十分想看他出演古装权谋题材剧集。这般优越的身形容貌，不拍摄古装剧实在太过可惜。既然健康版骆明熙已经出现，希望剧组能给他安排一个圆满结局的角色。这些留言背后能够清晰看出，观众已经完全认可他在古装题材领域的表现力。刘宇宁的观众缘从来不是依靠单一一个角色支撑起来的，他塑造过隐忍温柔的骆明熙，洒脱不羁的宁远舟，沉稳内敛的魏少，温润如玉的南恒，各类风格迥异的古装人物都能完美驾驭。大众对他古装形象的印象并非单一碎片化记忆，而是多年来多部作品层层积累形成的固有认知，这一点十分关键。一名演员的古装适配能力不能仅凭单次造型好坏下定论，而是要看他能否驾驭不同人设、不同气质的古装角色。目前刘宇宁留给观众的印象十分丰富，既能演绎文臣身上清冷文雅的气质，也能诠释江湖侠客锋利果敢的气场，同时能撑起权谋大戏需要的沉稳厚重感。所以当他在综艺里换上水墨古风长衫，观众会自然而然脑补出更多角色可能性。古装权谋大戏、江湖群像故事、古风探案悬疑、家国大义题材，各类古装赛道，大众都能想象出它适配的画面。这次开始推理吧4放出的古风路透，相当于向所有观众交出了一张古装试装实拍图。虽然不属于正式影视剧拍摄素材，却足够直观展现它当下依旧在线的古装状态。这也是一套综艺造型能够引发全网大规模讨论的核心缘由。观众欣赏的不只是一身好看的古风衣衫，更在好奇刘宇宁下一部古装作品会塑造出怎样全新的人物形象。把近期所有相关热门内容串联梳理，不难发现刘宇宁在开始推理吧4里爆火的传播逻辑十分完整清晰。古风造型片段牢牢抓住一众追剧影迷的目光，周柯与公主抱的趣味镜头制造出极具记忆点的反差萌，钻密道闯关片段源源不断产出综艺搞笑素材。单单一位艺人同时产出3类具备传播潜力的热门看点，话题热度自然持续走高。第一，全套精致古风造型，向大众展现出他作为专业演员的职业素养。他没有草草应付综艺古装环节，认真配合完成整套古风妆造，仅仅路透画面就能传递出浓厚的角色氛围感。第二，公主抱经典镜头，让观众看见她私下柔软可爱的反差一面。平日里身高1.9米，总是主动照顾身边人的她，难得被周柯宇稳稳抱起，不经意间流露的局促神态，制造出极强的反差趣味。第三，穿行密道的闯关画面，充分展现她松弛自然的综艺表现力。高挑身形被狭小空间限制，修长双腿无处安放，荧幕上光鲜帅气的男演员也会有狼狈窘迫的时刻，这种自然流露的喜感极易在网络上大范围传播。以上3点结合在一起，塑造出一个适配全网传播的完整艺人形象。穿上古装氛围感拉满，参与综艺自带笑点，多重反差轻松引爆网络热度。最难得的是，3类看点之间不会互相冲突，消耗自身魅力。
部分艺人如果过多展现搞笑一面，容易冲淡自身塑造角色带来的滤镜，专注维持高冷帅气形象，又很难在综艺里放开自我制造节目效果。刘宇宁却完美平衡了两种风格，兼顾两边优势。古风路透画面中，观众能够透过造型重温骆明熙、宁远舟带来的追剧感动。综艺趣味片段里，他坦然接受被拥抱，钻狭窄密道，产出大量可供网友二次创作的表情包素材。帅气氛围感与接地气的幽默感，在他身上没有产生冲突，反而互相衬托，彼此加分。刘宇宁近期在开始推理8、4接连出圈，本质上是积攒多年的观众缘集中爆发。他拥有适配古装男主的绝佳外形条件，同时参与综艺时心态松弛自在，既能把水墨古风长衫穿出古画中人的独特气韵，也能在狭窄密道里蜷缩身体化身宁气泡，既能凭借古装造型让观众重温骆明熙、宁远舟带来的追剧情怀，也能依靠被抱起时害羞局促的模样，逗得全网网友开怀大笑。这正是刘宇宁当下极具竞争力的核心优势。他不属于风格单一的艺人，发展赛道丰富多元，深耕音乐领域，拥有专属舞台作品，投身影视行业，塑造多个深入人心的角色，参与综艺录制，自带源源不断的趣味梗，随手流出的路透实拍都能引爆全网讨论热度。尤其是本次古风造型、公主抱、钻密道3组热门话题接连刷屏，完整展现出他身上兼具帅气、软萌、真实、搞笑的多重特质。换上古装亮相时，网友纷纷称赞他是温润贵公子；被周柯宇横抱起来时，大家调侃他是全场团宠；蜷缩身体穿行密道时，全网网友打趣高个子的专属烦恼。无论哪一类讨论内容，底层情绪都是观众发自内心的喜爱。喜爱他对待妆造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喜爱他不端偶像架子的松弛状态，喜爱镜头下不加修饰的真实反差，也喜爱他既能撑起厚重影视角色，又能放下身段配合综艺游戏的通透心态。所以刘宇宁此次凭综艺镜头持续出圈，从来都不是偶然的流量红利。水墨古风长衫上身，追剧观众瞬间重回古装江湖，周柯宇身手一爆，诞生出圈综艺名场面，狭窄密道一关，高个子人群的日常烦恼成为全网笑点。只能感慨刘宇宁太懂得抓住观众的喜好，总能产出各类让人印象深刻的精彩画面。一边是观众心心念念的健康版骆明熙重现荧幕，一边是1.9米大个子被轻松公主抱的趣味画面，再叠加终于找到高个子唯一缺点的趣味讨论，3重热门话题叠加，热度想不高涨都很难。如今全网观众都在默默期待，心底的许愿能否早日成真。毕竟综艺里临时拍摄的古装造型都能拥有如此出众的效果，大众纷纷喊话，尽快为刘宇宁安排优质古装剧集剧本。